16岁雁门关救驾，18岁劝父起兵，19岁大破薛仁镐，21岁横扫宋金刚，荡平刘武周，22岁生擒窦建德，活捉王世充，一战擒双王，受封天策上将，功盖当世。大业11年，隋炀帝北巡，遭东突厥史毕可汗率领的数十万骑兵围困于雁门关，城内仅15000军民，粮草仅够支撑20日，处境危急。朝廷急召各地兵马星夜勤王。年仅16岁的李世民应募从军，隶属于屯卫将军云定兴麾下。此时，隋军城内兵力薄弱，硬拼胜算不大。李世民向云定兴献上疑兵之计，建议大军行进时，白天广布旌旗，延绵数十里，夜间则击鼓鸣金，征鼓相应，以此制造大军云集的假象，迷惑突厥斥候。与此同时，隋炀帝暗中派遣密使突围，向远嫁突厥的义成公主求救。义成公主随即遣使向史毕可汗谎报北境告急，谎称突厥后方遭袭，王庭不稳。多重施压下，成功迷惑突厥可汗，迫使突厥撤军，解了雁门关之围，一战成名。大业13年，隋廷统治彻底崩塌，李密、窦建德、杜伏威等各路起义军割据一方，隋军疲于奔命，无力回天。身为太原留守的李渊仍犹豫不决，观望时局。18岁的李世民却早已看清天下大势，深知隋朝覆灭已成定局，多次力劝父亲李渊起兵反隋，拯救苍生，另开新局。在李世民与刘文静、裴寂等人的周密筹划下，李渊诛杀隋炀帝派来监视的官员，于大业13年在太原正式起兵，挥师西进关中。李世民担任右领军大都督，与李建成分领3军，一路军纪严明，对百姓秋毫无犯，仅用5日便平定西河，打通西进关键通道，为唐军顺利攻入长安扫清障碍。攻克长安后，李渊拥立代王杨佑为帝，逐步掌控朝政，而李世民凭借赫赫战功，已然成为李唐集团核心军事支柱。武德元年，李渊废隋建唐，改元武德，封李世民为尚书令、右武侯大将军，晋封秦王，加授雍州牧。此时他年仅19岁。同年7月，盘踞陇右的薛举父子率大军东进，李世民率军前往对峙。起初因刘文静等人违抗将令遭遇小挫，随后他果断转变战术，坚守营垒，不与敌军决战，慢慢消磨陇右军的锐气，静待战机。待薛仁镐麾下军心涣散，粮草耗尽之际，李世民果断率军出击，在浅水园大破敌军，随后亲率轻骑穷追不舍，彻底断绝薛仁镐退路，最终迫使薛仁镐出城投降。武德2年，刘武周、宋金刚勾结突厥势力，大举南下。李渊先后派李元吉、裴寂等数路大军征讨，均遭惨败。太原及河东大片领土沦陷，唐廷上下人心惶惶。高祖李渊甚至一度打算放弃河东，退守关中。李世民挺身而出，力排众议，坚决主张出兵反攻。他亲率大军自龙门踏冰渡过黄河，再度祭出坚壁错锐的战术，与宋金刚大军相持5个月，牢牢拖住敌军主力。待敌军粮草耗尽，被迫北撤之时，他立刻下令全军追击，昼夜兼程，穷追猛打。麾下将士2日不食，3日不解甲，在确蜀谷1日8战，8战皆胜，彻底击溃宋金刚主力，一举收复太原及河东全境。年仅21岁的李世民打出一场堪称军事教科书的经典追击战，不仅稳固了李唐在北方的统治根基，更让唐军士气空前高涨，为日后一统中原奠定了决定性基础。解决北方边患后，李唐统一大业的重心正式转向中原2大割据势力。武德3年，
22岁的李世民迎来人生巅峰之战，率军直指占据洛阳的王世充，历经数月苦战，逐步扫清洛阳外围据点，将王世充围困于洛阳城内。走投无路的王世充向河北窦建德求援，窦建德亲率10万大军南下驰援，唐军陷入腹背受敌的绝境，军中众将大多主张撤军退守。李世民临危不乱，力排众议，安排李元吉率军继续围困洛阳，自己则亲率3500精锐玄甲骑兵，火速扼守虎牢关天险，以绝对劣势兵力阻击窦建德10万大军。虎牢关地势险要，李世民凭借地形坚守，抓住窦建德军队懈怠之机，亲率骑兵冲锋陷阵，大破窦建德大军，当场生擒窦建德。被困洛阳的王世充见援军覆灭，彻底绝望，开城投降。虎牢关一战，李世民以3000破10万，一举平定中原2大最强割据势力，平定河北、河南。李唐自此掌控天下核心疆域，统一之势不可阻挡。此战过后，李世民功勋盖世，唐高祖李渊为彰显其功绩，特设天策上将一职，位列王公之上，准许他开设天策府，自治官署。此时的李世民不仅手握重兵，掌控军权，更开设文学馆，汇聚了房玄龄、杜如晦、长孙无忌等顶尖谋士，以及尉迟敬德、程知节、秦琼等一代猛将，形成了文武兼备、实力强劲的政治军事集团。此时的李世民年仅22岁，军功威望与民心所向，毅然远超太子李建成，皇权夺嫡的矛盾悄然激化，一场无可避免的政治纷争已然埋下伏笔。公元626年7月，身为天策上将的李世民已到了封无可封的地步，同时也迎来了人生中最大的危机。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早已将他视作心腹大患，朝堂之上百般排挤构陷，暗地里更是步步紧逼。此时秦王府表面依旧车水马龙，可往来之人神色间早已弥漫着山雨欲来的凝重与不安。7月的风吹过长安城的角楼，也吹进了李世民的心头。他比谁都清楚，退一步便是万劫不复的深渊，进一步便是一条布满鲜血的帝王之路。此前所有的博弈、隐忍与试探都已落幕，剩下的只有一场以性命相搏的豪赌。这一天，他必须直面兄弟反目，用一场决战决定自己与秦王府众人的命运，也为大唐的未来写下最残酷也最关键的一页。这场政变绝非一时冲动，而是初唐权力结构矛盾的总爆发。李渊晋阳起兵建唐，以嫡长继承制立李建成为太子，坐镇中枢。可是统兵征战，平定薛举、刘武周、王世充、窦建德等割据势力，真正奠定大唐一统基业的却是次子李世民。赫赫战功让他位居3公之上，封天策上将，获准开府治官。房玄龄、杜如晦、长孙无忌、尉迟敬德等文臣猛将齐聚麾下，形成了足以与东宫分庭抗礼的政治军事集团。功高震主，更震楚。李建成联合李元吉步步围剿，一面在李渊面前屡尽谗言，一面重金收买驱逐秦王府将领，甚至设下毒酒谋害李世民。而李渊在父子亲情与皇权稳固之间摇摆不定，既不愿轻易废黜太子，又不敢过分压制功高盖世的次子，最终在和稀泥之中将李世民一步步逼入退无可退的死地。真正压断最后一根弦的是昆明池密谋，突厥大举进犯边境，李建成借机举荐李元吉挂帅出征，并奏请将秦王府尉迟敬德、程知节、段志玄等精锐猛将尽数调拨麾下，计划在昆明池建行之时设下伏兵，一举诛杀李世民。太子身边亲信官员王志貌似将这一阴谋密报秦王府，
生死关头，李世民彻夜难眠，内心陷入极致挣扎。他对心腹叹道：“骨肉相残，古今大恶，无成之祸在朝夕，欲其发，然后以义讨之。”这不是虚伪，而是一个儿子，一个兄弟，一个帝王，在伦理与生存之间最真实的犹豫。秦王府众将直言相劝，若不先发制人，众人皆会随秦王一同身死，多年功业与抱负将化为乌有。在长孙无忌、尉迟敬德等人的力劝之下，李世民终于下定决心，先发制人。6月初4清晨，李世民策动早已被收买的玄武门守将长河，掌控入宫必经的咽喉要地，亲率长孙无忌、尉迟敬德、侯君集、张公瑾等心腹，以800精锐埋伏于灵湖殿旁。李建成、李元吉奉诏入宫，行至灵湖殿，察觉气氛诡异，立刻调转马头，欲向东宫逃去。李世民策马而出，高声呼唤。李元吉情急之下回身张弓，却因慌乱3次都没能拉满弓弦。李世民稳搭进攻，一箭射出，李建成当场中箭身亡。混乱之中，李世民的坐骑受惊狂奔，他被树枝绊倒坠马，一时难以起身。李元吉趁机冲上前，想用弓弦勒死李世民。千钧一发之际，尉迟敬德拍马赶到，一箭射杀李元吉。东宫与其府2000余援军闻讯猛攻玄武门，守将靳君宏等战死，形势一度危急。张公瑾凭借勇力独自关闭城门，死死抵住攻势，直至尉迟敬德手提李建成、李元吉首级示众，东宫兵马见主帅已死，瞬间军心溃散。随后，李世民令尉迟敬德披甲持矛入宫宿卫，实则控制高祖李渊。此时李渊正在宫内海池泛舟，见全副武装的尉迟敬德闯入，心知大势已去。在萧雨、陈叔达等人的劝谏下，他被迫下诏，令各路军队接受秦王节制。这场惊心动魄的宫廷政变，最终以李世民全面掌控局势落下帷幕。2个月后，李渊颁布诏书，禅位于李世民，唐太宗正式登基。玄武门之变，在伦理上是杀兄逼父的道德缺憾，在历史上却是军工集团战胜楚军集团的必然结果。李世民抹去手足相残的血色，以超凡的政治智慧开启贞观之治。他虚心纳谏，任人唯贤，重用曾经辅佐李建成的魏征。他轻徭薄赋，修明政治，一步步将大唐推向万邦来朝的盛世巅峰。同时，这场政变也打破了嫡长子继承制的绝对权威，为此后唐氏皇位的争夺埋下了武力博弈的隐忧。但他也以最残酷的方式完成了初唐权力的优胜劣汰，将那个时代最具雄才大略的领导者推上了历史舞台。公元626年8月，东突厥颉利可汗在得知李唐王朝爆发政变后大喜过望，率领10余万突厥铁骑从塞外呼啸南下，越过黄河，一路烧杀抢掠，直奔长安而来。数日之后，10余万大军在距长安城40里的渭水北岸安营扎寨，同时指派心腹执师司隶遣使长安，企图刺探长安布防之虚实。突厥使者执师司隶进谏时，语气骄横，直言突厥100万大军已然兵临城下，长安危在旦夕，试图以此震慑李唐君臣。面对突厥的挑衅，李世民恨不得马上与突厥开战，但作为一个刚刚继位的大唐天子，李世民知道自己绝不能草率行事。隋末战争的创伤至今尚未痊愈，国家贫困，民生维艰，不堪重负的帝国百姓早已无力支撑庞大的战争消耗。而刚刚经历玄武门之变的帝国政局更是危机四伏，暗流涌动。一旦与突厥全面开战，内忧外患一并袭来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但为了赢得更多的谈判筹码，
李世民依旧摆出了一副誓与突厥决一死战的强硬姿态。当庭怒斥竭力背信弃义，细数唐廷此前馈赠金帛、信守和亲的恩义，怒斥使者忘恩负义、妄言兵锋，当即下令将执师司隶囚禁于门下省，以强硬姿态击碎突厥的试探，稳住朝堂慌乱之势。软禁使者后，李世民深知一味强硬绝非长久之计，唯有虚实结合，方能化解危局。他当即作出决断，亲率房玄龄、高士廉、长孙无忌等6名亲信，轻骑简从出玄武门，径直抵达渭水岸边，与竭力隔河对峙。李世民一身帝王冠冕，立于河畔，厉声斥责竭力背弃盟约，趁乱兴兵，言辞铿锵，气度凛然。对岸突厥将士见大唐天子仅率数骑亲临阵前，毫无惧色，尽皆大惊，纷纷下马跪拜，军阵气势顿时受挫。就在双方隔河对峙之际，李世民暗中调集的唐军陆续赶赴渭水岸边，旌旗蔽野，甲仗鲜明，军容整肃。竭力眼见执师司隶被囚，唐皇胆识过人，加之唐军阵容严整，心中顿生忌惮，早已没了此前的骄横之气。他深知突厥孤军深入，虽兵力占优，却无必胜把握，一旦开战，恐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。而李世民心中亦有盘算，国家初定，百姓未富，连年战乱早已让民生凋敝，贸然决战，即便取胜，也会让大唐元气大伤，绝非治国良策。这场对峙是胆识与心计的较量，更是两国局势的博弈。李世民看透竭力贪图金帛、多疑怯懦的本性，当即决定以退为进，答应与突厥议和。当日，双方便在渭水便桥杀白马立誓，订立合约。盟约约定，唐廷需赠予突厥大量金帛财物，满足其劫掠诉求。竭力则率领突厥大军撤兵北归，一场关乎大唐存亡的兵祸就此暂时化解，史称渭水之盟。单看结果，渭水之盟无疑让大唐免去一场战乱，可对李世民而言，这是刻入骨髓的屈辱。身为一统中原的大唐天子，戎马半生，战功盖世，面对异族入侵，却无法挥军痛击，只能以金帛换取和平，沦为边塞不足的笑柄。对于李世民这位毕生战功赫赫、力求完美的帝王而言，渭水之盟的妥协无异于毕生之耻。渭水之盟签订后，李世民便开始积极备战。内政上，李世民大力推行均田制与租庸调制，最终盘活了战后凋敝的农业生产，让国家财政日渐充盈。军事上，李世民颁发备北寇诏，厉兵秣马整顿边防，并亲率禁军苦练骑射之术，更不惜破例允数百甲士持械入殿操演，时刻不忘雪耻。同时，他暗中离间突厥内部，拉拢竭力的政敌突利可汗，分化突厥势力，静待反击之机。他曾对近臣坦言，此番隐忍绝非怯懦，而是为了日后一举歼灭突厥，永绝边患。仅仅4年之后，突厥遭遇天灾，内部纷争四起，国力骤衰。李世民当即抓住战机，于贞观4年8月，命李靖、李基率军分路出击，大破突厥，生擒竭力可汗，彻底灭亡东突厥。曾经让大唐俯首的竭力被押至长安，渭水之辱一朝得雪，李世民也借此声威远播，被四方部族尊为天可汗，开启贞观盛世的恢宏篇章。渭水之盟是李世民帝王生涯中最艰难的隐忍，也是李唐王朝崛起前的蛰伏。他没有沙场血战的壮烈，却尽显乱世之中一代明君审时度势、忍辱负重的政治智慧。这份短暂的妥协，换来了大唐休养生息的时机，更成为帝国走向强盛的起点，也让后世看清真正的雄主
既能横刀立马，横扫天下，亦能忍一时之辱，谋万世江山。武德9年8月初9，玄武门之变过去2个多月后，李世民在东宫显德殿正式即皇帝位，次年改元贞观，一个被后世称颂1000年的贞观时代就此拉开序幕。站在空阔的大殿上，李世民面对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江山。隋末10几年战乱，全国户数从隋代鼎盛时的900万户锐减至不足200万户，千里沃野沦为荒地，路上随处可见饿殍。朝堂上，太子旧部与秦王势力针锋相对，政局暗流涌动。登基不足1月，也就是8月28日，东突厥颉利可汗率10万铁骑直抵渭水便桥，长安戒严，新生的唐王朝险些胎死腹中。而玄武门的血亲之争，更让他的皇权从一开始就背负着争议。亲历隋亡的他，从未忘记隋炀帝巡游无度，横征暴敛，最终百姓揭竿而起，王朝崩塌的惨状。登基之初，他便力排众议，拒绝重修洛阳宫，下令拆毁隋代的奢华离宫，把皇家苑囿土地尽数分给无地流民。即位初，与贞观2年，关中接连大旱，他2度下罪己诏，先后遣返后宫宫女3000余人归乡婚配，削减宫廷开支，用最实在的举动践行抚民以静的誓言。治国之道，守在用人。李世民彻底打破西魏以来的门阀垄断。李建成麾下的魏征曾多次劝太子先下手除掉他，他却不计前嫌，直接任命为谏议大夫。寒门出身的马周，原本只是中郎将长河的门客，因替长河陈奏的20条治国策论切中时弊，被他一眼相中，一路破格提拔，最终官至中书令。房玄龄、杜如晦、长孙无忌、李靖、文武群臣各尽其才，无党派之分，无出身之别。贞观朝堂第一次真正做到了选贤任能。他对谏言的包容更是实所罕见。魏征上奏，直言他登基后见好奢靡，封赏过后，甚至在朝堂之上与他当庭争执，气得他退朝后怒言会须杀此田舍翁。可冷静过后，非但没有怪罪，反而采纳魏征建议，削减开支，克制私欲。魏征病逝时，他痛哭失声，那句以铜为镜，可以正衣冠；以史为镜，可以知兴替；以人为镜，可以明得失，是帝王对谏臣最高的敬意，也是他自我警醒的终身信条。面对民生疾苦，他的举措从不流于表面。贞观2年，关中爆发蝗灾，百姓颗粒无收，他亲自到田间查看灾情，抓起蝗虫怒斥，民以谷为命而汝食之，宁食无之废肠。说罢便要吞下蝗虫，以赶上苍。此后他全力推行劝课农桑，严禁官员在农忙时节征调徭役，还派专员四处巡查，督促百姓兴修水利，开垦荒地。仅仅数年，流离失所的百姓尽数归乡，农耕生产逐步恢复。法治层面，他摒弃隋代严刑峻法，亲自参与修订贞观律，废除斩指、连坐等残酷刑罚。贞观6年12月，太宗亲往大理寺路求，见390名死囚皆面露悔意，感念亲情，心生恻隐，破例放他们全部回家过年，约定来年秋季自行反狱伏法。次年秋天，所有死囚无一逃亡，全部如期归来。他被这份诚信打动，最终将全部死囚赦免。法度之外的人心，让天下百姓心生敬畏。外患之上，他隐忍不发，精准出击。渭水之盟时，他倾尽府库金帛，换得突厥退兵，暗自厉兵秣马，积蓄国力。贞观4年，他命李靖、李基率军分道出击，一举大破东突厥，
生擒竭力可汗，彻底解除困扰大唐多年的北方边患。消息传来，长安百姓自发上街庆贺，周边各族纷纷遣使来朝，共同尊奉他为天可汗，开启了大唐开明包容的民族治理格局。此后，他派文成公主远嫁吐蕃，与松赞干布和亲，带去中原农耕、纺织、历法等各类技艺，以和亲化解边疆战火，先后平定吐谷浑、高昌，设立安西都护府，重新打通中断多年的西域商路，让丝绸之路再度繁荣。到贞观中后期，天下大治，米价从贞观初年的1斗1匹绢跌至1斗3、4钱，百姓出行无需携带粮食，沿途驿站、村落皆有供给。全国1年判处死刑的罪犯仅29人，真正实现了路不拾遗、夜不闭户的盛世景象。贞观之治的可贵，不仅在于开创了国泰民安的盛世局面，更在于树立了一套成熟的治国理念，以民为本，任人为贤，广开言路，厉行法治。李世民并非完美帝王，玄武门之变的权力争夺是他一生难以抹去的争议，但他能以家国天下为重，以隋王为鉴，励精图治，用23年时间将一个残破的王朝推向鼎盛。这段历史不仅奠定了大唐100年繁荣的根基，更成为后世历代帝王治国的标杆。贞观2字也从此成为千古盛世的代名词，永远镌刻在中华文明的史册之上。贞观17年，命运开始反噬李世民。18年前，他在玄武门弑兄逼父，踏着骨肉血亲的代价坐上皇位。18年后，被他亲手终结的嫡长子继承制，以更复杂的方式在皇子们的明争暗斗中重现。他早早册立嫡长子李承乾为太子，倾心教导，盼其承续大唐帝业。可转头又对聪慧狡黠、颇有自己少年神韵的魏王李泰恩宠有加，倾力栽培。李世民不断给李泰加封官职，赏赐殊荣，李煜屡屡逾越礼法规制，步步逼近东宫太子的规格，全然不顾朝堂的固有秩序。身为开创贞观盛世的帝王，他自认能拿捏权力的平衡，掌控诸子的野心。可他忘了，皇权的诱惑从不容半分偏私。太子李承乾身患足疾，本就内心自卑，眼见储君之位岌岌可危，终日活在惶恐与不甘之中。魏王李泰仗着父皇纵容，夺嫡之心毫不掩饰，对太子之位步步紧逼。兄弟2人形同陌路，朝堂文武也暗自站队，分帮结派。大唐深宫之中暗流汹涌，气氛压抑到了极点。这一切，李世民并非毫无察觉，可他的偏爱与犹豫一步步将局势推向失控。他总以为自己能掌控全局，避免当年玄武门骨肉相残的悲剧再次发生，却忽略了在权力博弈之中，帝王一丝偏私就足以将局势彻底推向失控。最终，李承乾走上了绝路。身患足疾，性情日渐乖戾的他，长期被焦虑与恐惧裹挟，最终选择铤而走险，勾结叔父汉王李元昌、兵部尚书侯君集、驸马都尉杜和等人，密谋发动政变，妄图复刻当年玄武门之变，只为保住自己的储君之位。而这场周密的谋划，最终因割肝成疾告发，彻底败露。当谋反铁证摆在面前，李世民陷入了彻骨的痛苦。他面对的是自己亲手养大的儿子，是曾经寄予厚望的储君，可如今却成了当年自己的翻版。他召集群臣商议处置之法，满朝文武无人敢言，最终有大臣进言，恳请陛下留太子一条生路，保全父子最后的情分。贞观17年4月初1，李世民下诏废李承乾为庶人，4月初6，将其幽禁于右领军府。参与谋反的汉王李元昌赐自尽，侯君集、杜和等谋反者尽数伏诛。可这场风波
并未就此平息。楚魏悬空，魏王李泰的夺嫡野心彻底摆上了台面，新一轮的抉择再次压向这位晚年帝王。李泰日日入宫侍奉，极尽讨好，甚至当面向李世民许诺，若自己登基100年之后便杀子传位，将天下交给弟弟李治。李世民一时心软，险些应允。谏议大夫褚遂良的一句直言，瞬间点醒了他：天下从没有杀子传弟的帝王。魏王的这番言辞，皆是为夺嫡编造的谎言，其野心早已藏不住。那一刻，李世民幡然醒悟，他看着身旁性格怯懦仁厚的幼子李治，又想起李承乾的绝望，李泰的狡黠，3个儿子的纷争让他心力交瘁。在两仪殿，他召见长孙无忌、房玄龄、李基、褚遂良4位心腹大臣，悲不自胜。先是自投于床，又抽刀欲自刺，半生雄主的威严在父子相残的现实面前荡然无存。他彻底想明白，若立李泰，便是告诉天下人楚魏可凭钻营夺取，玄武门的悲剧将在李唐皇室代代重演。唯有立李治，才能同时保住3个儿子的性命，守住皇室最后一点骨肉温情。贞观17年4月初7，李世民下诏立靖王李治为皇太子，同时贬李泰为东莱郡王，后改封顺阳王，幽禁于长安北苑，不得随意结交朝臣，干预朝政。这场牵动整个朝堂的楚魏风波，终于落下帷幕。李世民用一场痛彻心扉的抉择，终结了儿子们的夺嫡之争。他开创贞观盛世，收服4方部族，是万民敬仰的天可汗，一生文治武功，彪炳史册。可他终究逃不开帝王家的亲情枷锁，逃不开自己亲手种下的因果轮回。他站在长安宫阙之上，望着万里江山，满心只剩疲惫与怅然。这一生，他赢了天下，却在骨肉亲情里输得一败涂地。贞观23年5月26，唐太宗李世民病逝于终南山翠微宫，终年52岁。为稳住政局，长孙无忌遵照先帝遗命，密不发丧。太子李治先行返回长安，由羽林禁军护卫御驾，如平日依仗缓缓入城，直至两仪殿安顿妥当，才正式向天下宣告太宗驾崩的消息。3个月后，群臣为李世民上谥号文皇帝，庙号太宗，与长孙皇后合葬昭陵。出陵当日，长安至昭陵一路万民悲泣，在朝中任职的胡人官员和前来朝贡的各国使节闻此噩耗，无不失声痛哭。他们抛开中原礼制，依照各自民族的习俗，削发、割耳、划面，鲜血浸染衣襟，以最极致、最赤诚的方式寄托对这位帝王的哀思。这般跨越民族、超越国界的悲痛，在历代帝王葬礼中实属罕见。人群之中，刚从龟兹战场凯旋的阿史那舍尔更是悲痛尤甚，当庭长跪不起，恳请以身殉葬，追随先帝李世民于地下。这突如其来的请命，令刚即位的唐高宗李治与满朝文武无不为之震惊。阿史那舍尔出身突厥贵族，贞观9年归唐，深得太宗器重信任，征战4方，屡建奇功。他以殉葬明志，是对帝王知遇之恩的极致回馈，更是对李世民民族怀柔之道的最好回应。李治以太宗生前早已明令禁止殉葬为由，婉言回绝了他的请求。但为彰显李世民的盖世功绩与四海归心的盛世气象，李治特下旨意，命工匠以阿史那舍尔为代表的14位外族首领为原型，雕琢成真人大小石像。石像与象征太宗戎马一生的昭陵6郡一同列置于昭陵北司马门内。诸尊石像身姿服饰各异，各自镌刻部族名号与官职履历。
静静伫立帝陵之前，世代守护这位被四夷共尊的天可汗。这座帝陵不仅埋着一代明君，更埋着贞观年间万邦来朝、四海归一的盛唐气象。回望李世民的一生，是非功过留与后人评说。年少征战，他驰骋疆场，身先士卒，平定四方割据，结束隋末以来的乱世纷争，护佑中原百姓重归安稳。登基之后，他虚怀纳谏，严务修文，让历经战乱的华夏大地重焕生机。他摒弃民族偏见，以怀柔之心对待四方部族，用王道而非霸道，赢得了天下各族的真心归附。诚然，玄武门之变的权力之争，成为他一生无法抹去的争议。晚年居功自傲，连年远征高句丽，也让朝堂与百姓背负了沉重的负担，饱受后世诟病。但纵观历史，他结束乱世，开创盛世，奠定大唐百年基业的功绩，依旧彪炳日月，不可磨灭。他以帝王之身，践行着治国安邦的大道，用一生的作为诠释了何为明君，何为盛世。